股本周开盘连续飙升后突然刹车，华尔街刚刚冲上高点，又急转直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美国资本开始收手，下一站的钱会去哪？有人说会重回债券，有人说会来亚洲，但我告诉你，真正聪明的资金正在悄悄盯上马股，尤其是出口板块，正是这场静悄悄资本迁移的最大受益者。本周美股开盘，三大指数强劲上涨，标普500上涨约 1.1%， 纳指涨约 1.4%， 道琼指数也上涨约 1.1%， 背后是科技加 AI 题材继续被追捧，但随后市场态度巧变，资金开始猜疑高估值企业，盈利压力加上全球贸易与政策风险仍在。周日美股紧急回调，周三收盘分别跌幅 35.95、213.27、334.33。分析师警告，动能可能暂停，下行风险增加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意味着两件事：钱在抱团，当热度减退，回撤风险升高，回撤后资金可能流出原热区，寻找新的战场。今天我们要探索，这新战场会不会是马股，尤其是出口股板块。在马来西亚，富时马来西亚交易所吉隆坡综合指数近期也处于震荡整理期，资金并没有完全离开，而是在等待下一条主线。根据早前市场研报指出，美股动能放缓，新兴市场资金可能重新考虑配置。马股在出口、电子制造、物流等链条上有结构性机会。此外，我们还看到出口数据惊现年增 12.2%， 对比前月仅 1.7%， 说明全球需求仍有韧性。所以从大盘来看，马股目前正处于机会窗口，但也存在选择性机遇，而非全面启动。当美股热钱撤退，出口股常常是资金轮动的受益者。为什么？因为资金在找既有外需加估值低加被忽视的赛道。出口股优势，全球需求改善，出口数据强劲，年增 12.2%。马来西亚部分出口链条在东南亚具备成本优势。技术面看，出口股近期出现 K 线突破前的盘整加成交量放缓，这是典型筹码已进场等待爆发的信号，但也同时存在风险。如果全球需求在疲软，汇率走强，成本上升，则出口股可能先冲后回。所以资金要么提前布局，要么快速出货。你要具有读筹码加读资金的能力。下面我们用图表看3种典型 K 线行为，帮你判断出口股是不是在真正启动。吸筹阶段，低位横盘，成交量缩，价稳，主力慢慢进场。启动阶段，突破前高，量能放大， K 线拉长阳线。出货或陷阱阶段，价拉高，但量缩，场上瘾，随即回落。在出口股里，如果你看到量缩加价不跌加突破准备3合1，那就是重点观察，可能布局信号。例如最近连续3周成交量低于平均，股价在支撑区整理，这正是吸筹期可能的表现。操作建议，
若突破确认且量能跟上，可考虑分批进入；遇见冲高回落、量能萎缩，则需谨慎止盈。当热钱从美股撤出，它不会消失，而是寻找下一处被低估加成长性加资金没有去的地方。对于马股来说，资金可能流向出口电子制造链，受全球科技需求回升；物流及运输板块出口加速，港口加航运受益。逆向思维，某些被动的出口股估值落后的公司，低市盈，业绩改善。普通投资者应该做：先观察资金流入加 K 线结构是否同步，保持仓位弹性。出口板块可做机会仓，权重蓝筹仍保有底仓。度损设定明确，当突破无量或大盘回调时，及时退出风险窗口。3日狂飙后的美股并不是终点，而可能是转折点。而对于我们在马股市场，这可能是资金正在换轨的信号。看出口股不只是看业绩，更要看筹码加量能加趋势。这里是马股投资实验室，关注我们，继续为你深挖最有价值的马股教学。